您家里是否也存放着几罐已经放了好几年的茶叶？看到包装上的保质期早已过去，您可能开始犯难，继续喝吧，担心茶叶变质伤身；扔掉吧，又觉得实在可惜。这些看似过期的茶叶，究竟是无用的垃圾，还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个谜团，让您彻底颠覆对茶叶保质期的想象，别再错扔了能给儿孙留下财富的好东西。首先要明白的是，茶叶可不是牛奶，过了标示日期并不等于变质不能喝。茶叶的保质期其实分为两种概念，一是卫生安全角度的保质期，二是风味品质的最佳期。多数茶叶在干燥、密封良好的条件下，可以保存相当长时间，而不会真正腐坏发霉。真正决定茶叶命运的，不是简单的时间长短，而是含水量和存放方式。如果茶叶保持干爽，隔绝湿气和异味，即使放上多年，仍然不会变质。反之，一旦受潮发霉，就算刚买不久，也可能坏掉。判断茶叶是否变质的简单方法是，看外观有无霉斑或白色菌丝，闻气味是否出现霉味、酸味或陈腐气息。如果发现这些异常，说明茶叶已经变坏，千万不能再饮用。但如果外观干燥正常，没有异味，则大体上是安全的，至少不会有食品卫生问题。然而，安全不代表好喝，茶叶超过了一定时间，风味可能早已走样。不同种类的茶，其品质随时间变化的生命曲线截然不同。有的茶如同青春易逝的春花，稍纵即逝；有的茶却宛若陈年的佳酿，历久弥香。搞清楚您手中茶叶属于哪一类，是判断它是扔是留的关键。我国传统将茶叶按工艺分为6大类：绿茶、黄茶、白茶、青茶、乌龙茶、红茶、黑茶。其中前几类茶叶讲究一个鲜字，越新鲜越可口，而后几类茶叶则讲究陈，也就是所谓越陈越香。我们先来看看哪些茶不适合久放，超期后就失去饮用价值，以免您误当宝贝存放。绿茶属于不发酵茶，是最典型的鲜爽型茶叶，像西湖、龙井、碧螺春这类绿茶，保质期一般只有1年左右，最好在新茶收成后的当季或1年内喝完。绿茶的香气含营养成分，比如维生素 C 等，都非常娇嫩，存放时间一长，哪怕密封没拆封，也会因慢慢氧化而走味。许多朋友可能都有经验，隔年的绿茶泡出来，没了清新的嫩香，口感变得平淡，甚至出现草枯味。这就是因为绿茶放久了品质裂变，即使没长霉，风味也大打折扣。再放更久，茶多酚持续氧化，颜色变黄褐，香气尽失，喝了反而可能因为氧化产物刺激肠胃而不适。总之，绿茶就像春天的鲜花，错过了花期就不再美丽，一旦过期，基本也就没有饮用价值了，还不如拿去浇花肥田。黄茶例如君山银针、蒙顶黄芽，同样不宜久存。黄茶属于轻发酵茶，本来产量就不多，它在制作时多了一道焖黄的工序，使茶汤颜色微黄，口感温和。但黄茶的清甜香气也很娇弱，一般建议在1年内喝掉。超过1年，黄茶香气明显衰减，滋味变淡，所以黄茶如果过了保质期，也请果断放弃，口感已经无法带来愉悦了。花茶、茉莉花茶、桂花乌龙等加入花朵熏制的茶，也属于即时行乐型的茶叶，因为里面的花瓣干燥后极易吸潮，香气散失。一般花茶保存1年左右，香气就明显不如从前，放久了花香全无，茶味也会变得怪异。因此花茶过期后品饮价值大减，您与其勉强入口，不如将它拿来除臭、防潮等，一会我们再说其他用途。红茶也就是全发酵茶，我们平常所说的红茶，如祁门红茶、阿萨姆红茶等，相比绿茶要耐放一些。红茶在发酵烘干过程中，大部分多酚类已经氧化，所以成品茶较为稳定。密封良好的红茶一般保质期有2到3年，甚至适当保存下3、5年，问题也不大。但红茶也并非越久越好，只能说在短期内不容易坏掉。放太久的红茶虽然不会像绿茶那样明显走味，
但香气也会逐渐减弱，口感变得平淡无奇，不再有新茶时的那种鲜活甘醇。所以红茶过期1-2年内，如果保存得当还可以喝，但年份太久，比如超过5年以上，就没有品饮价值了。红茶更多是确保在保质期内或稍超期但无变质时及时享用，没有必要特意久藏等它升值。乌龙茶也称清茶，包括铁观音、武夷岩茶、台湾高山茶等半发酵茶，情况就比较有趣。保质期因品种和制法而异，清香型的绿叶铁观音讲究花香高扬，这类轻焙火的乌龙其实和绿茶有点像，贮存时间一长，香气散逸，也最好在1年内喝掉。但浓香型或重焙火的乌龙茶，如武夷大红袍、老丛水仙或传统炭焙铁观音，因为烘焙程度高，茶叶含水量更低，且带有焙火香，反而比较耐存放。这类乌龙只要密封干燥，可以存放3-5年甚至更久，而风味不减。其中有些经过反复多次炭焙的老茶，还真有长期陈放增香的效果。不过一般来说，乌龙茶存放主要是为了保持品质，不像白茶、普洱那样追求陈化之后的全新风味。市面上也有将优质武夷岩茶、凤凰单丛茶特意留存10年以上的，被称为陈年乌龙或老茶，风味醇厚独特。然而这类老乌龙属少数玩家的范畴，价格虽会上涨，但并不像普洱那样翻倍暴涨。因此乌龙茶如果不是爱好者特意存老茶，平常还是当年新茶香气最迷人，过了最佳期也没必要硬留着。讲完了不适合久放的茶叶，那么究竟哪些茶叶是越放越香，越久越珍贵呢？答案其实在上面的分类中已经浮出水面。白茶、普洱茶和其他黑茶，这3类茶是公认的可以与时间做朋友的茶中瑰宝。它们不仅不怕岁月的侵蚀，还能在岁月中蜕变出更加迷人的风味和惊人的价值。特别是以下要介绍的3种茶，更是号称放得越久比黄金还贵，真可谓存茶如存金，给子孙后代都留下一笔财富。接下来我们就深入聊聊这3大类越陈越香的茶叶，看看是什么魔力让它们成为时间的宠儿。第一种宝贝茶，白茶1年是茶，3年是药，7年是宝。如果您家里有保存多年的白茶，恭喜您，这东西可千万别扔。白茶是中国6大茶类之一，采用最自然简单的工艺制成，鲜叶采下后不经高温杀青，不经揉捻，只经过日光萎凋或低温干燥，让茶叶自然风干。因为工艺极简，白茶保留了茶叶中大量原始物质，初制成的新茶口感清淡甘甜，带有独特的毫香，茶芽白毫的清香。然而白茶的奇妙之处在于，随着陈放时间的延长，它会发生令人惊喜的质变。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俗语：1年茶，3年药，7年宝。意思是说，新制的1年内的白茶只是普通的茶饮，储存到3年以上，风味转变，有了药用价值，存到7年开外，更是如同宝物一般珍贵。这句1年茶，3年药，7年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随着存放，白茶的外观和滋味都在悄然转变。一开始白茶叶底翠绿或银灰，汤色淡黄，经过几年陈化后，茶叶颜色会逐渐转为杏黄、橙褐，茶汤也从浅黄色变成橙红色。您可别以为颜色变深就是变坏，恰恰相反，这是内含物质充分氧化转化的结果。新白茶味淡，很多人初喝觉得像白开水加点清甜，但陈年白茶滋味醇厚，入口带有明显的药香、枣香，甚至陈皮般的香气，茶汤柔滑顺喉，几乎没有苦涩。这种变化恰如酿酒，刚酿出的酒刺激辛辣，陈年老酒则圆润芳醇。白茶今年陈放后的香气滋味之复杂厚重，绝非新茶可比。因此懂茶的人往往对老白茶情有独钟。那么白茶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化学变化，才让它从茶变成药，变成宝呢？科学研究发现，白茶在存放过程中内含的多酚类、黄酮类等物质会持续转化。白茶本就富含黄酮类化合物，这是一种对人体有益的抗氧化物质。新鲜白茶中的黄酮含量不算太突出，但陈化几年后黄酮量显著提高。有专家测定，陈放20年的白茶黄酮含量
是新白茶的数倍之多。而黄酮类物质具有清除自由基、消炎抗菌的作用，难怪民间认为老白茶可以清热解毒，治疗咽喉肿痛、退烧去暑。早在古代，福建福鼎一带就有把白茶当作药的传统，家里存点老白茶，小孩发烧、喉咙痛时冲上一碗让他喝，据说有退烧去火的疗效，被称为白茶仙药。现代科学也在逐步证实老白茶的药理作用，比如研究发现陈年白茶对降低血糖、抗炎镇静等有一定效果，所以3年药并非毫无根据，至少说明存放数年的白茶在养生价值上有所提升。除了药用价值，白茶存放多年后的品饮价值和经济价值也令人瞩目。5-6年的白茶就可称为老白茶，茶友们追捧老白茶独特的沉香和药香，认为喝起来舒胃养生，味道醇厚回甘。有经验的老茶客甚至能从老白茶中品出陈年、陈皮、枣泥、蜂蜜等复合香气，非常神奇。随着白茶走红养生圈，老白茶的市场价格也是节节攀升。新白茶每斤或许只要几百元人民币，但10年左右的老白茶因为存世量少，往往能卖到每斤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高价。某些优质产区，比如福鼎、政和的老白茶茶饼，更成为藏家们竞相收购的对象。可以说，存上一批好白茶，就如同存下一笔定期增值的资产。很多茶商和茶友现在都会在每年白茶收获季囤一些品质好的白毫银针、寿眉饼，细心保存，放上几年转手卖出或自己享用，都价值翻倍。当然，白茶要升值有几个前提：茶青品质要好，原料加的新茶才有陈化出的好底子，储存环境要适宜，干燥无异味，避免受潮，耐心等待，至少存满3年以上。只要满足这些条件，白茶几乎不会让您失望。难怪有人说白茶是可以喝的古董，时间赋予它新的生命，也给予它不菲的价值。值得一提的是，白茶存放也讲究度，并非一味追求年份最长。一般来说，白茶存个3-5年开始，风味明显提升，7-8年往后进入醇厚干爽的巅峰期。存到10多年虽更珍惜，但要看存储条件。有的20年老白茶会不会继续变好，还取决于它是否保持干燥、密封以及本身转化是否充分。有些过了20-30年的白茶，若保存不善，可能香气反而减弱了。但总体而言，只要妥善保存，白茶在10年间的品质提升和价值增长是非常可观的。因此，家中若有闲置多年的白茶，不仅不要扔，还可以视若珍宝继续收藏。它可能已经从普通茶叶升华为了宝，不仅喝一口身心舒畅，更能作为传家之物，日后拿出来请客或送礼都特别有面子里。第二种宝贝茶，普洱茶可以喝的古董，陈年之架赛黄金。接下来隆重登场的是茶界明星普洱茶。如果说白茶是温润如玉的隐藏宝石，那普洱茶就是大名鼎鼎的硬通货黄金。普洱茶有句行话叫越陈越香，许多人甚至把收藏陈年普洱视为一种投资。一片小小的普洱茶饼，在岁月洗礼后可能价值连城。有人打趣说，存对了普洱，等于存下了一栋房。这话听得夸张，却真有现实案例可循。前些年普洱茶市场火热时，一些传奇老茶拍出了天价，折合单位重量价格比黄金还要高。普洱茶为何如此神奇？且听我们慢慢道来。什么是普洱茶？普洱茶产自中国云南，以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属于黑茶类中的一种后发酵茶。简单来说，采下的茶叶经杀青揉捻后，不直接高温烘干，而是用日晒干燥制成晒青毛茶。接着这些毛茶可以通过2种路径变成普洱茶成品。一种是自然陈化，也就是所谓的生普洱。生茶将毛茶蒸软压成饼、砖坨等紧压茶形状后，存放在干燥通风的环境下缓慢后发酵，经年累月逐渐转化风味。另一种是人工渥堆发酵，也就是熟普洱、熟茶，模仿自然陈化几十年的过程，用较高湿度、温度的条件加速发酵，使茶叶在几十天内转变成陈茶的风味。无论生普还是熟普，它们的共同点是都经过了发酵转化，
因此具有长期存放的潜力。普洱茶的历史很悠久，名字来自清朝时期云南茶叶集散地普洱府。当年普洱茶作为边销茶，需要运往西藏、东南亚等地贩卖。漫长的马帮运输路上，茶饼经历日晒雨淋和温湿变化，等到了终点时，风味反而比新茶更纯和独特。久而久之，人们发现陈年的普洱茶更好喝，于是便有意存放陈化普洱，形成了喝老茶的风尚。可以说，普洱茶与岁月最相称，时间是它最好的伙伴和魔术师。一片普洱生茶饼新制时可能滋味苦涩，生猛难驯，可经过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后，苦涩褪去，转化出令人沉醉的沉香和熟果香，入口醇厚顺滑，如同换了一种茶。这种奇妙的转变源自于普洱茶在存放中发生的一系列后发酵反应，茶叶中的多酚类物质慢慢氧化聚合，降低了苦涩度，内含的儿茶素、咖啡碱等刺激性物质也有所下降。同时，环境中的有益微生物，如各种酵母菌、黑曲菌等参与其中，把大分子物质分解，产生新的香味分子和醇厚口感。所以陈年普洱常带有独特的沉香，有人形容为樟香、药香、木香乃至沉香般的香气，都是岁月在茶饼中留下的印记。除了风味更加迷人，普洱茶的养生保健价值也被认为随着陈期增长而提升。坊间有说新生茶刮胃，老生茶养胃，意思是新制的生普洱茶因茶性烈性寒，喝多了刺激胃，但经多年陈化后，茶性转温润，反而对肠胃友好。有研究指出，普洱熟茶中的普洱茶褐素等物质有助于降血脂、降胆固醇，对心血管健康有益。而生普经长期转化后，刺激性的多酚变少，咖啡因含量相对降低，确实对胃的刺激减轻，更适合中老年人或胃弱者饮用。很多老茶客喜欢每天一杯陈年生普，认为可以暖胃、助消化、解油腻。虽然具体功效因人而异，但普洱茶作为国宝级的养生茶，在民间有美容茶、瘦身茶的美誉。一些中年人士把喝陈年熟普当作养生习惯，这也推高了老普洱的需求。既然陈年普洱这么好，市场上对它的追捧有多疯狂呢？我们可以列举几个惊人的案例让您感受一下。2019年，在香港的一场茶叶拍卖会上，一桶100年历史的福元昌原茶，清末民初时期的普洱茶饼，7片为1桶，拍出了新台币1亿元的天价，这相当于每片茶饼几千万台币，重量不到半公斤的茶叶，价值数千克黄金，可谓真正的寸茶寸金。这桩交易震惊了收藏界，媒体纷纷报道普洱茶成为可饮用的古董，行情已经超越了许多古玩字画。类似的还有号称茶中之王的武夷岩茶、大红袍、母树茶，虽然属于乌龙类，但也是极品，曾被炒到每两茶几十万人民币，不过那是特例。普洱茶则不断有高价纪录诞生，什么某某号级茶饼，解放前后出产的老茶几百万一片，班章老树的早期茶饼拍出上百万人民币，就连改革开放后的70年代、80年代出产的老七字饼茶，现在都价值不菲。可以说，一些经典老茶已经被视作艺术品在交易，其价格走势甚至成为投资热点。谈到这里，不得不提普洱茶在近代的一波金融传奇。大约在2005年至2007年间，大陆地区掀起了一场疯狂的普洱茶热，许多资金和商人涌入云南收购囤积新茶，想要坐等升值。一时间，普洱价格被炒上天，今天不买，明天涨价成了行话。一片刚出厂的普洱饼都能被哄抬到几百上千元，很多人把它当作股票期货来炒。然而好景不长，2007年下半年，普洱茶市场泡沫破裂，价格暴跌，不少炒茶商血本无归。这场风波充分说明，并不是所有普洱都值钱，盲目跟风囤茶可能赔得很惨。真正能够历久弥新的，还是那些品质卓越、存量稀少的普洱茶。例如古树茶，采自云南几百年树林的大茶树，制成的茶饼本身品质底蕴强，再加上量少耐存放，经过10年、20年后，肯定是一茶难求，价格高涨。而一些普通茶青制的普洱，如果品质一般，
存放又不理想，放再久也未必好喝，更难谈升值，甚至可能变成陈化失败的柴火茶。所以收藏普洱茶也需要眼光和方法，选择经典配方或著名山头的茶品，新茶时就香气浓、内质厚的，购买可靠茶厂或老字号出品，有品牌信誉保障的，然后在适宜的环境中储藏，每隔一段时间检查茶品情况，确保无霉变、无异味沾染，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您的普洱茶朝着良好的方向陈化，真正成为未来的香沉醇厚、值千金的老茶。说到储存，这也是关键一环。普洱茶的存放环境讲究通风、干燥、无异味，适度密闭。通风是为了让茶饼在氧气和微生物作用下持续转化，但不能密闭过头。干燥是指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约 60% 上下最佳，过干如长期低于 40% 会让转化停滞，过湿 75% 以上容易长霉。无异味则非常重要，因为普洱茶极易吸附气味，如果旁边有熏香、樟脑、香水、食物等味道，都可能窜入茶中，毁掉风味。适度密闭则是将茶叶置于纸箱、陶缸或木箱内保存，既避免灰尘污染，又不完全密封死，让它能与外界空气有细微交换。虽然听起来复杂，但实际上家中存普洱也没那么难，大体做到阴凉干爽，避免潮湿，远离异味即可。如果您有一柄品质不错的生普洱，千万别急着喝完，不妨耐心存上5年试试，每隔1年开一点，对比风味变化，那种逐渐圆润的口感会给您带来惊喜。而且也许再过些年，您这柄普洱的价格已经翻了几番，成为名副其实的喝着如饮甘露，卖了抵得黄金的传家宝呢。在普洱茶这块天地里，不仅老茶价值高昂，有些新制名山头普洱因为预期升值，也一饼难求。比如近年来云南某些知名古树茶、班章、冰岛、义乌等的春茶，一出来就被疯抢，藏家们买回去就封存，等个3-5年再拿出来转让，价格飙升几倍很常见。特别是大益茶这样的大品牌，每年出一些限量版茶饼，更是被二级市场热炒，甚至出现茶叶期货的投机生态。虽然我们并不鼓励普通人去炒茶，但这现象恰好印证了普洱茶的金融属性，它不仅是茶，还可以作为一种投资产品储值增值。不过作为茶友，我们更关注的是老普洱那迷人的滋味和它蕴含的茶文化价值。比如有人珍藏了一桶从祖辈流传下来的50年代普洱砖茶，偶尔拿出来泡一壶，喝的是岁月沉淀的香醇，仿佛能触摸到前人生活的印记，那种感觉是金钱都难以衡量的。总之，普洱茶绝对是过期茶叶别乱扔，榜单中排名第1的宝贝，不仅不能扔，还要精心保存，让它在岁月中升华价值。也许若干年后，一片小小茶饼能为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或者是一笔可观的收益，或者是一段与好友分享老茶的美好时光。正因如此，越来越多人加入了囤茶的行列，把买房买黄金的一部分钱拿来买优质普洱存放，被笑称为存茶养孙。试想，若干年后，您的子孙打开您留给他们的茶饼，发现那竟是价值连城的佳茗，该是多么惊喜的传家宝啊！第3种宝贝茶，黑茶，其他可陈化茶类深藏不露。茶砖茶饼也是金山，除了白茶和普洱，其实还有一大类茶叶也具备越陈越香的属性，那就是黑茶。黑茶在中国茶类中指的是后发酵茶，因成品茶叶色泽黑褐而得名。普洱茶其实就属于黑茶范畴，但由于普洱太有名，我们单独拎出来讲了。现在说的黑茶主要指其他产区的后发酵茶，比如湖南安化黑茶、湖北老青茶、四川边茶、广西六堡茶等等。这些黑茶可能不像普洱那样家喻户晓，但在各自范畴里也是能随时间升值的潜力股。如果您家里有老一辈传下来的什么砖茶、茶饼，不妨看看是不是这类黑茶，它们经过多年陈放，也许早已变得价值不菲。湖南安化黑茶是黑茶中的佼佼者，历史非常悠久。安化黑茶的代表产品有茯砖茶、千两茶、花卷茶等，这些茶制作时都经过渥堆发酵，然后压制成砖或卷柱形，紧实耐长。传统上
安化黑茶是销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供应茶，被称为服茶、边销茶。因为牧民以肉食为主，需要黑茶来帮助消化、补充维生素，因此黑茶在边疆有宁可3日无粮，不可1日无茶的说法。那些运往西北的安化黑茶，要经长途跋涉，在马背上晃几个月甚至1年，等送达时，茶叶也已陈化出特殊风味。而服砖茶还有一个奇特之处，在制作和存放过程中，茶砖内部会自然滋生一种金花菌，一种对人体有益的黄金色真菌，学名贯突散囊菌。这些金花使得服砖茶具有独特的菌花香，被认为有降脂、助消化、调理肠胃的作用。精致的服砖茶刚压好时，滋味较为苦涩平淡，但存放几年后，随着金花生长和内含物转化，茶汤变得醇和顺口，带有悠悠的松烟香和菌花香，非常耐人寻味。传统上就有存放服砖的习惯，老一代茶人常说3年药7年保的不仅是白茶，服砖黑茶同样如此。陈年服砖在老茶客眼里疗效佳、口感佳，价格也比新茶高出数倍。特别是早些年产的安化黑茶，因为存世不多，如今老砖茶在市场上颇为抢手。有人发现祖父留下的一盒50年代的黑茶砖，拿去茶行鉴定，价值远超当年的售价，成了一份意外遗产。千两茶更是黑茶中的传奇。所谓千两，指的是一卷圆柱形包装的安化黑茶，毛重1000两白银，约 36.25 公斤。千两茶又称花卷茶，直径20-30公分，长约1人高，非常壮观。制作时用竹篾包裹，紧压外包，以毛边纸和油布方便长途运输。马帮把一卷卷千两茶运往边疆，路上风吹日晒，河水浸泡，都在加速它的发酵和陈化。等抵达时，往往已经1年有余，茶质比刚做出来时更佳。因此，不少茶商会将千两茶存放数年再出售，称为承包。如今，安化每年还会在特定天气制作少量手工千两茶。有商家干脆造了一句口号：100年黑茶千两传奇，专门推广陈年纯茶的概念。有些精品千两茶存放10年以上再开汤，滋味浓郁甘甜，几乎看不出那是当年初老茶精压制而成。价格相对新茶也水涨船高。再看广西六堡茶，六堡茶产自广西梧州，在清朝时就是有名的外销茶，尤其畅销东南亚。六堡茶也是后发酵黑茶的一种，制作上有个特色是后酵与陈化并重，茶叶杀青揉捻后要堆积发酵，使其部分转化，然后干燥压紧成蓝装或砖茶，再在通风环境下陈放多年。六堡茶有个著名的品质特征叫槟榔香，指的是陈年六堡开汤后带有类似槟榔的清香和沉香，并伴有润喉甘滑的特殊口感。新六堡茶一般微带青色，并不起眼，但放个5-6年后开始显露沉香，10年往后滋味即醇厚。老六堡在香港、广州一带的茶行里很受欢迎，被视作养生佳品，据说有消食去腻、健脾暖胃的作用。早期有不少六堡茶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在当地驻藏数十年之久，形成所谓广云贡、广西云南贡茶的合称系列老茶，成为茶艺爱好者争相寻觅的珍品。近年来，广西官方也在大力推广六堡茶的文化和收藏价值，一些号字级六堡老茶价格逐步攀升。在广西梧州的茶厂里，至今保存着上世纪50-60年代的六堡茶母茶，块状如砖，已经黑如漆，发出阵阵药香，乃是无价之宝。不过寻常人家要弄到这等老茶不易，但如果碰巧有上辈留下一筐六堡茶或一块黑茶砖，一定不要扔，说不定就是不可再得的陈年名茶呢。除了安化和六堡，湖北老清茶、四川边茶、西藏的藏茶等等也都属黑茶范畴。这些茶共同点是原料较成熟、粗老，发酵充分，压制紧实，非常耐保存。湖北的青砖茶在清代就销往新疆，存着存着就变成陈年佳品。四川雅安一带的藏茶在藏区驻藏多年后变得温润甜和，被藏民奉为宝贵的财富。甚至在新中国刚成立时，国家还曾将一批优质湖南黑茶、四川边茶作为战略物资存储，
已被军需和边疆调配，可见陈年黑茶的价值。概括来说，黑茶类的茶叶都具备随时间增值的潜力，只是相对普洱和白茶而言，它们的市场炒作热度没那么高，但胜在价格涨幅平稳，保值功能明显。而对普通消费者来说，一块20-30年前的老茶砖不一定能卖出拍卖会天价，但泡开来自饮却是弥足珍贵的享受那种厚重朴实的滋味，带着岁月沉香，仿佛让人穿越时光。更不用说它本身也许已从几块钱变成了几百上千块的价值，如果留着不喝，摆在架上也是特别有年代感的装饰和谈资。说到这里，我们已经介绍了3种最具有越陈越值钱特质的茶叶：白茶、普洱茶和其他黑茶，如安化黑茶、六堡茶等。它们堪称是茶叶中的3大陈年传家宝，只要保存得当，时间只会让它们变得更香、更纯，也更珍贵。也许有人要问了，是不是只要是茶，放得足够久都能变成好东西？可不可以把任何茶叶都存很多年再喝？我们得再一次强调，并非所有茶都适合长期存放。前面讲过，绿茶、黄茶、花茶这些不耐久藏的茶，时间只会让它们贬值甚至变质，千万别死抱着不放。另外，即便是上述能长期存放的茶，如果保存不当，一样可能变质而失去价值。例如，任何茶叶一旦发生霉变，都应立即丢弃，绝不能因为舍不得而冒险饮用发霉茶，那会对健康造成严重危害。黄曲霉素等毒素可不是开玩笑的。再如，茶叶如果受潮变软，闻起来有哈味陈味，即使没有长霉，也说明品质受损。这样的茶喝着口感不好，还可能滋生细菌，也不要喝了。所以我们在存茶过程中一定要勤检查，定期看看茶叶有无受潮、变色，嗅一嗅有无怪味。一旦发现问题，及早处理，能晒干的赶紧晾干，密封已经坏的就别犹豫丢掉。与此同时，把坏掉的茶叶发挥创意，利用起来也是不错的选择。例如当除臭剂，把干茶叶装小布袋放冰箱、鞋柜除异味，或者当清洁剂，用浓茶水擦家具去油污，有很好的光亮效果。又或者当花肥，把茶叶渣充分发酵后混土种花，茶叶富含有机质和氮元素，可做肥料。甚至您还可以用过期茶叶煮水来泡脚，可以除臭舒缓疲劳呢。这些妙用都让过期茶叶残值利用，一点不浪费。不过以上那些日常用途终究是针对不适合再喝的茶而言。如果您的茶叶属于我们重点介绍的宝贝范畴，那么它最大的价值还是在于品饮和收藏本身，而不是拿去擦桌子。对待这些真正的陈年好茶，我们更建议您留着慢慢品，在岁月中体味它风味的变迁，或者等它升值到一定程度，与懂茶的朋友交换或交易，让价值实现变现。古语有云，宝剑赠英雄，红粉赠佳人。那柄多年陈放的老茶，也许正该寻一位识货爱茶之人，共享其芳香。这也是茶文化交流的一部分。最后，让我们来总结升华一下吧。当我们再回头看开头的问题，几年前的过期茶叶是不是该扔掉？现在您心中应该有答案了。该扔的，比如发霉受潮的、品质衰败的绿茶、黄茶，那就果断扔掉或另作他用，不要留着过期茶坏了身体。不该扔的，尤其是白茶、普洱茶、黑茶这类越陈越香的好东西，一定要收好藏好，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隐形财富。岁月不仅不会伤害它们，反而会像一位巧手的雕琢师，让它们升值，让它们升华滋味。也许现在看来，普普通通的一片茶叶，在未来会变成价值100倍的茶中黄金。对于爱茶之人而言，能够亲眼见证一款茶从青涩走向成熟，从平凡变成珍惜，这本身就是莫大的乐趣与成就。所以下次当您清理橱柜，翻出那些多年未动的茶叶时，千万别急着扔，静下心来看看它是什么种类，闻闻味道，瞧瞧干燥程度。如果发现它属于我们今天提到的宝贝茶行列，而且保存良好，没有变质，那么恭喜您发现了一笔隐形财富。不妨继续耐心存放，或者找机会开启品尝。您品尝的不仅是一杯茶，
更是岁月酝酿的甘露。过期茶叶千万别扔，有的比黄金还贵重。特别是白茶、普洱茶和黑茶这3种茶，放得越久越值钱，简直等于给儿孙后代存下了一笔看得见摸得着的时间财富。与其说我们在存茶，不如说我们在存时间、存健康、存文化。一罐老茶在手，就像攥着一段历史，一份传承，其价值远超茶叶本身。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您也能找到家中那些被您遗忘的宝藏茶叶，善待它们，也善待您的身体和荷包，让茶香伴随岁月沉淀，为未来积蓄芬芳与财富吧。